要說視頻中這位衣衫襤褸、長滿絡腮鬍的流浪漢是曾經的高考狀元，你是否覺得十分奇怪？經網友介紹，此人名叫常學福，曾經是河南汝南縣駐馬店的高考狀元，高考滿分900分，以839分的成績考入人民大學。畢業後才在互聯網剛興起的風口浪尖，在上海開辦了一家公司，收入不菲，成為一位小有成就的企業家。但如今他又為何流落街頭，成為人們眼中以要飯度日的流浪漢呢？其中是否另有隱情？常學福是寒門走出的貴子，他的家庭並不富裕，父母都以務農為主，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。老兩口經常省吃儉用，也堅持要供常學福和哥哥讀完書。欣慰的是，兄弟二人從小學習成績就非常優異，弟弟常學福更是穩坐學霸位置。高考那年就以800多分的成績考入大學，當時的成績在他們村裡可謂轟動一時。同時，常學福也被父母當作高材生寄予厚望。在進入大學後，常學福也像許多學霸一樣，經歷思想上的落差。在人民大學裡，大多數同學家境優渥，而人大這個天才搖籃中，大多都是學霸。自己引以為傲的學習成績，跟那些多才多藝的同學比起來，也都不值得一提。常學福只能通過更加努力学習來对抗與其他同學之間的自卑心理。畢業那年，他又不巧趕上了畢業不包分配的年代。常學福不像其他同學那樣在各大市場瘋狂投簡歷，而是選擇跳出來創業，先後前往威海、青島、北京自主創業。後來他又前往上海。這位高材生眼光獨到，看準了計算機發展的前景，開辦了一個計算機服務類公司，向個人和企業提供專業的計算機諮詢服務，同時銷售計算機軟硬件。當時的常學福公司發展得順風順水，有着不菲的收入，成為村鄰鄉親們的驕傲，是他們教育自己孩子的正面教材。常學福可謂天才一般的人物，上學的時候穩坐學霸位置，出來社會又玩得轉公司。然而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公司高速發展的階段，常學福一聲不吭地關掉公司，解散員工，一人獨自回到老家。不知道什麼原因，準備大幹一場的他就這麼甘心回到農村。當時所有人都猜測他公司破產了，或者自身受到了打擊，可常學福什麼都沒有說。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回来時已經沒有什麼錢了，婚也離了，女兒跟着前妻一起生活，其中細節沒有人知道。人們只認為常學福厭倦了都市生活，家人也曾苦口婆心的勸說，但卻不管用。面對家人的質疑，常學福也只是短短回應了幾句話：不必多說，我不會再回去了，就這樣吧。看到常学福態度堅決，父母毫無辦法，常學福也不跟家人住在一起，而是在外面搭了個棚子自己住。此後他在家鄉當地開了一家水果攤，以賣水果為生。他平時話很少，幾乎不跟別人交流，偶爾會跟客人聊一會兒，但或許是思想上的差異，簡單幾句話就將別人打發了。當年的高考狀元，孩子的正面教材就以這樣的方式落地，讓人們猝不及防。常學福的日子回到孤獨的狀態，一直獨來獨往，村裡人都說他讀書讀傻了，外界質疑他毫不在乎。儘管如此，村裡的人還覺得他懂得比別人多，很多不懂的事情還會第一時間找他幫忙。常學福也沒有拒絕，為此特委會有一次特別邀請他去幫忙，並且說付他相應的薪水，卻被他拒絕了。按他的話說，就是不想受到任何束缚。久而久之，外界質疑的聲音越來越多，說他讀書都讀到狗身上去了，說他是白眼狼，不為父母着想。就連他的家人都受不了了，讓他去解釋，但常学福卻只淡淡地說了一句：三觀不一致，生活的方式自然不同。這樣的論調頗有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姿態。眾位不解的眼光和言論，在常學福眼裡不過是過眼雲煙，在他心裡對生活似乎有着另一種渴望。就這樣，沒過多久，他就不顧家人反對，獨自一人去流浪了。他走的时候什麼都沒有帶，沒有帶錢，因為根本沒有什麼資產。水果攤也給了前妻，
甚至連手機都沒有帶，更不告訴別人他去了哪裡。人們只知道長學福從此過着居無定所、四海為家的生活，那麼他又靠什麼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呢？據長學福的哥哥表述，弟弟流浪也需要錢，有時候會幫別人幹活，做一些短工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在沙漠裡遇到迷路的人，還會把他帶出來，別人也會給他一些報酬，他也會欣然接受。長學福流浪的這幾年，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，看到了無數的山河美景，體驗着許多人的人生百態。長學福對這樣的生活似乎很滿意，曾經說過，我希望人生永遠在幸福中活着，沒有疾病和災難，只有自由、安逸與健康。他的新聞爆出後，許多網友發出質疑，流浪真的自由嗎？流浪真的能安逸或者無災無病嗎？拿着父母的血汗錢上了名校，畢業後卻不好好找工作，愧對父母和國家的栽培，更是辜負妻子與女兒。也有好心人說要送他回家，讓他跟家人團聚，勸他好好找份工作養家糊口。對此，長學福哥哥回應，弟弟隔一段時間會回一趟家，但家人勸他找工作都被拒絕了，不願改變現在的自己。如今長學福還在流浪，用自己的方式詮釋着自己內心所向往的幸福。人們覺得長學福這樣做無疑是荒廢了人生，但長學福跟很多流浪漢不同的在於他精神正常，流浪的路也是自己選的，並且自身精神富足，即使流浪街頭也找到了心靈的歸屬。其實人生在世，誰都逃不過苦累的命運，但只要活着，就能找到更有意義的事情。奉獻與愛，實現人生自我價值的真諦，相比於長學福，那些努力活着、敢於面對自己人生的普通大眾，似乎更加勇敢，也更容易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幸福。這何嘗不是一種正確的道路呢？